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爱之神给到你们的爱情指引和爱情建议。那在我们面前呢有4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第4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首先呢，第一组牌的话，我们一上来就抽到了5张逆位牌啊，所以说这是很罕见的，而且是连着抽到了5张逆位牌。所以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的话，可能爱之神在当下的建议就是不适合恋爱啊。那这5张逆位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包括你们自身的状态和想法，可能都不允许你们进入到一段亲密关系当中。要么你们是放荡不羁爱自由，要么就是你们可能曾经被爱所伤。因为这个逆位的宝剑一，一个掉头向下的宝剑啊，你们还试图抓住它，可能说你们在过去曾经试图去挽留一段很糟糕的关系，并且你们的这种行为让自己受到了伤害。只不过我能够看到的就是你们曾经在关系当中至少是很勇敢的，你们对得起自己的心。所以说这张牌让我想到了一句歌词啊，怎样都会受伤，受伤又怎样？至少我很勇敢，至少我没有辜负自己。那第二张牌呢，逆位的命运之轮啊，也是一个逆位，但是呢，这个逆位的命运之轮给我的感觉就是，至少在这组占卜当中，爱之神给到你们的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就是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是存在那个你们一定会遇到的正缘的啊，是你们命中注定会遇到的那个人啊，只不过他还在未来，所以说他现在处于一个逆位的状态，他不会在当下出现，他不会立刻出现，所以说他是一个逆位，只有当他变成正位的时候，他才会出现啊，而时间会改变这组牌的这样的一个正逆位的状态。那么第3张牌呢，权杖4的逆位，现在还怎么说呢？不稳定吧啊，根基不稳，你们还没有进入到一个很稳定的状态。我觉得是因为你们未来还有，就是你们一定会去到一个更高处，会在更好的地方遇到更优秀的人。所以说逆位的权杖4呢，就是爱之神建议你们在学业和事业上还可以再冲一把，去到一个就是你们值得更好的。所以说这个感情和你们的个人发展是联系到一起的啊。你们在这个过程就像爬山一样，你们只有去到更高处才能拥有更好的风景，才能更大概率的遇到和你们志同道合的那个人，然后彼此激励，互相陪伴。所以说这组牌它既有一些命中注定的东西，但是又有一些你们能够人为改变、人为努力去得到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说他们就是你们的个人努力和命运，它是交织在一起的啊。也许你们的个人努力也是命运的一部分。那么第4张牌呢，太阳牌的逆位，逆位的太阳牌，我觉得你们的内核依旧是温暖的，对。依然是渴望爱情的，只不过你们现在可能会就是不会把这种热情去分享出来，你们会觉得在一段感情当中太过热情可能会增加自己不被珍惜的几率啊，所以说你们宁愿在一段关系发展的前期会表现的慢热一点啊，所以说这个逆位的太阳牌就是你们可能把自己的热情藏起来了，但是呢因为我们这组牌抽到了一个逆位的命运之轮啊，就是我隐隐约约的觉得未来一定会有一个人再次的激活你们内心当中的这种热忱啊，这种真诚，一定有这样的一个人，只不过他现在是处在一个逆位的状态，就是你们现在的这种感情运势啊，还有能量它是阻塞的，是卡顿的。那第5张牌呢，星币的逆位啊，逆位的星币的话也是爱之神给到你们的建议，就是现在需要你们去思考一些更现实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就是这组牌的话，我觉得它是
它不是那种很虚无缥缈的那些很浪漫的建议，而是说你们应该专注在当下。就是这个逆位的星币就代表的是你们现在更重要的是要多搞钱，多搞事业，好好学习，提升自己，投资自己。因为你们现在缺的不是爱情啊，缺的是钱。我觉得潜台词就是，如果你们想脱单的话，应该随时都能脱单。但是其实搞钱搞事业才是你们当下最应该做的事情啊！这是你们，就是这个事业，你们的事业，你们的学业，你们能够拥有的一些东西，它是完全属于你们自己的啊！你们的努力就能够得到回报。但是感情这件事情的话，它必须要两个人一起努力，所以说它就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说它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可能说你们要先专注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个人发展上面，然后再去考虑感情啊。当你们有了基础之后，这个感情它也会就是更稳定啊，不会像之前的这种感情那么动荡。那么接下来我们抽到的这5张塔罗牌呢，第一张牌就是圣杯8。圣杯8的话，就是降低自己的期待啊，或者说对于某个人、某段关系不再抱有任何的幻想。圣杯8可能是你们在接下来会真正意义上的放下，主动的离开，或者说彻底的放弃某段关系。所以，因为这张牌在后面的话，就是在这个圣杯8，紧接着我们抽到了一个恋人和圣杯2啊，这个给我的感觉，他们是有某种时间顺序啊，或者说时间上面的一些联系的。就是人生很奇妙啊，当你们真正去割舍过去的时候，后面几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的这个感情运势反而能够起死回生。这种起死回生不是说你们放弃的那个人他未来会和你们有交集，因为即使他可能回来再找你，但是你们也不会再去接受那一段关系了。所以我们抽到的这个恋人和圣杯2是你们在未来所遇到的一个新的人啊，所以说你们会放弃到一段关系，放弃到错的才能够迎接对的。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爱之神想要给到你们的一个指引。所以如果你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啊，或者说总是对于过去没有办法彻底的放下，那是因为其实你们还没有说服自己。但是我觉得一旦你们能够坚定的相信在未来你们值得更好的，那么我觉得你们会就是更洒脱一点啊。那么这个宝剑骑士呢，它是一种很坚定的能量，就是向前冲啊。我觉得你们现在应该是目标很明确的，就知道接下来自己要达到怎样的目标，怎样去变成更好的自己啊。所以说这个宝剑骑士它是有一种一飞冲天的这种能量在里边的。如果说你们能够很勇敢的告别某个人，那么你们整个人的这种状态也会变得很丰盛啊，很富足，就感觉你们整个人会得到释放和解脱，然后你们会在这个事业和学业上去完成一个很大的突破。所以说这代表的是一旦你们下定决心去告别去告别过去，告别某个人，那么你们会重新找回自己。一旦从某种束缚当中解脱出来，你们就会重新变得容光焕发，充满生命能量啊。所以说我觉得恰恰是因为这种你们重新找回自己重新找回自己的魅力，它又会给你们带来新的感情，吸引到新的桃花出现。所以这组牌的话，对于你们的这个感情发展，它就是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过程，彻底的放弃才能够迎来全新的人生。那我们接下来抽到的这几张塔罗牌呢，首先是这个星币8 Eight of Pentacles， 就是在一个平行的时空当中，有一个人他也在和你们一起努力着，所以说这个人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在牌面当中看到的那个你们命中注定会遇到的这个人。那么第二张牌呢，就是 King of Swords 一个宝剑国王。那么这个宝剑国王和这个星币8的话，我觉得你们未来相遇到的一个场景呢，可能是你们会产生某种合作，可能你们分别是就是一个合作当中的甲方或者说乙方，有可能是你们负责提方案，对方负责实现，或者说你们负责实现对方提出的方案，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合作的关系在里边。
而且你们两个人会有大量的交流或者说工作上的这样的一个对接，而且呢，对方的年龄是要比你们大的，对，他是会更成熟而且有着很深刻的思想内涵，所以说在对方身上的话，我觉得可能他是一个就是很综合的，不仅仅是一个恋人的存在，可能也会像一个老师会督促你们，会监督你们也会像一个，就是你们对他的这种感情，可能多多少少还会有一些崇拜，因为他们的身上有一些你们渴望拥有但是还没有拥有的特质，而且呢，因为对方他是一个风象特质，所以说有着很强的这种水瓶的能量或者说双子，所以说对方他在一段感情当中，他其实是相对来说很自由的。这种自由呢，是他们不会对你有什么要求，不会尝试着去控制你，他更多的可能是在鼓励你们。但是呢，就是你们这段关系的话，它不是那种有很强的绑定它是那种刚刚好就是不远也不近有一些就是不会过分亲密，但是呢又不会过分的疏远。所以说这种感情的关系形式它的存在是比较自由的它不会就是去控制你们，或者说什么事情都管着你们，而且你们其实在一段关系当中也非常需要自己的空间和自由。对，那么这个战车牌的话是你们在遇到对方的时候，他应该就是怎么说呢，他是有着很强的这种人格魅力或者说领导能力他们应该是在一个组织当中担任的是这种领导，或者说他们在一个领域当中是一个佼佼者他们的这种事业能量是很强的这也是为什么你们要努力，现在要努力的原因，因为未来你们要和他站在同一个平台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圣杯的话就更加明确的一点是，你们未来遇到的这个人，他一定是和你们有这种工作上学业上的交集的，你们可能会有一个项目上的对接，或者说你会向他们请教一些问题，通过这种方式去认识到对方。而且呢，这个圣杯7就是说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未来遇到的这个人你们甚至有可能会不在一个地方就是异地，或者说甚至有可能不在一个国家因为你们两个人的生物钟会就是完全是错开的，可能你们在睡觉的时候对方在工作对方工作的时候你们在休息就是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可能更侧重于这种精神上的柏拉图式的，就是因为你们的这个因为工作或者说一些很客观的原因，让你们没有办法常常见面，你们两个人会隔着很远那么你们的这种物理关系上它是就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但是呢我觉得你们两个人能够维系这种关系，就是因为你们两个人在精神层面有很强的共鸣或者说默契。那最后的话，我们再来抽一张这个爱之神谕卡来看一下这个爱之神给到你们的一个爱情的指引和建议。Sacred Admirer， 一个偷偷喜欢着你们的人，或者说因为我们这组牌的话，它其实在未来会很明确的出现一个人，那么这张牌有可能是对应你和这个人在未来的这种关系发展，就是你们的这种关系它不是一开始就进入，就是一开始它其实发展的会比较慢可能是你会先偷偷的关注对方偷偷的观察，然后默默的行动这种感觉。所以说你们可能一开始是有一点仰视对方的你们是一个这个 Sacred Admirer， 就是你们是一个暗恋者而且呢这种关系的话通常是一定要你们去先对对方产生好感之后，然后这段关系才能够慢慢的推进。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 Secret Admirer 它是你们现在的一种状态，就是你们现在的这个朋友圈当中有一个人在默默的关注着你们有一个人在默默的喜欢着你们。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
他在未来一定会主动给你发来消息的，因为就是默默关注的那个人，他是一定会做出行动的，只不过现在时机未到而已啊，到时候你们就会知道。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首先抽到这组牌的你们的话，因为这组牌抽到了很多宝剑牌啊，那宝剑对应的风向特质，说明你们在爱情当中属于那种很清醒的类型，很自我啊，很自由，很独立，也很酷啊。因为清醒，所以孤独；因为看得太明白，所以你们可能反而有点不敢去谈恋爱了。所以这组牌的你们是有一点纠结的，因为圣杯二，你们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想谈恋爱，但是又不敢谈。圣杯二其实你们身处在一个很割裂的世界当中，就是在你们的世界或者说朋友圈当中，可能幸福的人他特别幸福，但是呢，在感情当中不幸福的人呢又特别不幸啊。所以说你们处在这样的一个很割裂的世界当中，就会让你们很纠结。所以我觉得这个圣杯二呢，爱之神想要传达给你们的一个指引就是，你们现在处在的这个世界虽然说它很割裂，但是呢，它取决于你想看到一个怎样的世界，你们最终就会成为怎样的人。所以说如果你们在感情当中只盯着那些不幸福的人，那么你可能对于这种婚姻啊或者说爱情就会感到非常的恐惧。那么如果你们不断的这样去暗示自己，那么你们最终也很难得到幸福。如果你们能够选择看到一些在感情当中很美好的结局，那么你们最终也会朝着那个美好的方向去一步步的靠近啊。因为生活本身它会治愈那些愿意相信美好的人。那么第二张宝剑六的逆位呢，其实给我一种心事重重的感觉啊，就是你们可能在很疲惫的撑着自己往前走啊，所以抽到这组牌的可能是你们过去经历的一些事情吧，会让你们变得很麻木，或者说有点佛系了，你们在带着伤痕前进。所以宝剑六是你们内心当中会有这样的一种冲动，就是想要逃离你们当下所处的这个环境啊。因为我还是能够感受到你们的这种生命能量的，你们依然渴望自由，向往爱情啊，只不过这种能量可能它现在暂时的被一些很现实的东西所压抑啊，所以说它就会让你们产生一种想要逃避的冲动。我觉得在接下来你们可以尝试着去打破你们当下生活当中啊，现在这种不断重复和循环的怪圈啊，可以去策划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或者说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改变你们的生活，改变你们的现状。所以说你们的这种感情可能越是在一个每天重复着同样的生活，遇到同样的人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们的这种感情运势就很难发生改变和突破啊。而且呢，这种不断重复和循环的生活，它会不断的消耗你们，所以说你们需要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新的变量。那么逆位的宝剑女皇，它其实是一种，就是感觉你们还是很理想主义的啊，因为可能你们一直在等你们的灵魂伴侣啊，或者说在精神层面上，你们期待有这样的一个能够和你们共鸣的一个人啊。所以说，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应该是关注的是那些更深层次的东西。你们在恋爱当中关注的是这种精神上的共鸣，或者说你们更关注的是对方的这种精神内核和你们是否匹配。而且呢，逆位的宝剑女皇，其实你们对自己的话可能不是很自信啊，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一点自卑，就是你们总是会怀疑自己，或者说总是会自我反省。所以逆位的宝剑女皇，可能一方面你们很渴望独立和自由，但是你们现在偏偏在某种枷锁当中还没有实现那种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而且呢，正是因为这种状态会让你们可能不是很自信啊，因为这个时候你们会给自己贴标签，或者说给自己设立这样的一种束缚，就是你们如果没有完成自己人生发展的那个目标啊，你们没有变成那个你们期待当中的样子啊，你们就不太敢进入到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所以我觉得现在你们可能不谈恋爱也是有原因的，你们想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个人发展上面。
所以说我抽到这组牌，就是你们的这种性格是非常清醒的，因为你们觉得你们在爱情之外拥有多少，能够决定你们拥有多少爱情。所以说这组牌的你们其实还是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清醒，非常的现实啊。那么这个权杖五啊，它其实也是，怎么说呢？就是你们在当下的这个环境当中啊，可能接触的桃花不够优质啊，可能你们碰到的都是一些烂桃花，或者说海王啊。所以说你们的身边是有桃花的，只不过你们可能主动的屏蔽掉了一些烂桃花。所以说这组牌的你们呢，不是单身选择了你们，而是你们选择了单身。并且呢，我觉得这个权杖五的话，它也是在鼓励你们去做一些社交。那首先是要屏蔽掉一些无效的社交，或者说低效的社交。然后呢，你们要去到一个更优质的环境或者说圈子当中啊，因为那里有着更好的桃花在等着你们。这个权杖侍卫就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一个人他在前方等着你们，因为他是侍卫，所以说他的年纪应该不大啊，甚至说他们可能要比你们要小，或者说他们可能没有太多恋爱方面的经验啊，整个人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一点单纯啊。如果说你们还在上学的话，那么可能他是你们的这种学弟或者是学妹啊，如果说已经工作的话，就可能是你们的同事，但是他的级别低于你们啊，可能会是一个新来的同事。而且呢，这个权杖侍卫的话，它是很典型的火象能量啊。这种能量的话，白羊还有射手的能量是比较强大，是一个很直爽、直来直去、很坦率、很真诚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你们和他交流，或者说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发展啊，应该不用猜来猜去的，就是你们不要去顾虑太多，你们可以直接去认识对方，或者说你们认识他的方式就是请他来帮你们一个小忙。因为火象能量、火象特质很强的话，他是很热衷于、很乐于去分享、很乐于去帮助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未来你们遇到这个权杖侍卫的话，不要顾虑太多啊，不要患得患失啊，或者说你们有的时候就是遇到自己有好感的人，就是会深思熟虑，但是深思熟虑之后反而不会行动啊。所以说不要给自己打退堂鼓啊。这个权杖侍卫是你们可以直接去尝试去接触的这样的一个桃花。当然呢，这种关系的话，你们其实要稍微的去表达一下自己的这种好感啊，或者说稍微的暧昧一下，不要最后处着处着就变成兄弟了啊。这种关系一定要趁热打铁啊，因为可能说这个关系的话，它是那种转瞬即逝的，就是一捂就热，然后一晾着就会冷掉啊。有机会就抓住，没机会就耐心等待。命运它本身就在不断的洗牌，又不断的抽牌啊，总有人会出现的。那么这个宝剑9呢，可能是你在感情里边特别容易钻牛角尖啊，就是容易深陷在一段关系当中走不出来啊，就是每天都在 emo 啊。但是呢，宝剑9啊，就是太阳其实它已经升起了，这就是爱之神给到你们的一个指引吧，就是新的人生啊，你们即将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周期当中啊，在全新的周期当中，你们会迎来新的人啊，你们会有新的感情，所以说新的一天已经到来了啊，你们是时候要放下了。第二张牌是圣杯7，这就是你们人生当中要面对的事情啊，就是你们的人生远远不止爱情啊，因为你们的人生有着很多的选择啊，也有着很多的美好啊，它等着你们去体验。所以说不要让自己深陷在感情的漩涡当中，就忽略了生活当中一些其他的美好啊。要记住，你们现在依然在自己的黄金时代啊，你们依然有很多的选择，你们依然有很强大的生命能量，你们可以爱啊，你们想爱、想吃、想变成天上一朵半明半暗的云啊，千万不要因为感情这件小事就让你们错过很多美好，那才会变成真正的遗憾。权杖8，这张牌的话给我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啊，就是你们接下来可能有一件事情啊，比感情要重要的多，它可能会决定你们未来的发展或者说人生轨迹啊，所以说你们现在要全力以赴的去准备那件事情，不要让自己停下来，要往前走啊，因为往前走就会有新的风景啊。
同样也要告诉自己啊，依然要相信爱，不要在爱的跋山涉水当中半途而废。权杖8的话，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可能已经很努力的在去摆脱一些东西吧，或者说很努力的想要往前走啊，但是身体有点不听使唤，有一点疲惫和麻木啊，很挣扎啊，内心当中缺乏安全感。那么这个死神牌它也是一个很直接的这样的一个指引啊，就是要斩断执念啊，尤其是不合适的感情啊，要斩断它。如果有一个人对你们忽冷忽热、忽远忽近啊，那么就要快刀斩乱麻，不要犹犹豫豫、瞻前顾后啊。感情这件事情就要果断，合适就上啊，不合适就撤。那么第5张牌呢，节制牌啊，节制牌的话，这个也是爱之神在尝试着给你们的指引，就是要有意识的去克制自己的情绪，因为你们的这种风象特质啊，虽然说你们很理智，就是理智的时候特别的理智，但是感情上头的时候呢，又特别容易上头。所以说，面对你们喜欢的人呢，容易失去方寸啊，容易瞻前顾后啊，但是呢，也容易会一开始啊，就是你们遇到有好感的人，很容易会把自己整个世界都托付出去。所以说这张牌就是在提醒你们要保持克制，再喜欢的人也要保持你们的从容和优雅。好，我们来看这2张爱之神卡，也是这个爱之神给到你们的一个指引啊。第1张牌就是 Only time will tell， 时间会给你们答案的，时间从来不语，但是会给你们答案啊。做你们认为对的事情啊，去提升自己，去投资自己，去感受爱啊，去体验爱啊，上天一定会厚待那些真正勇敢的、坚强的人。而且呢，这张牌其实我觉得也是在告诉你们，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在感情上面，如果你们前期的话，就是首先要直接一点，其次的话就是你们可以慢一点，就是长长的路要慢慢的走啊，不要一上来就把自己的全世界就都给到对方。因为一开始如果这段感情用力过猛的话，可能会后劲不足。第2张牌给到的指引是，那前半段呢是 Let there be closeness between you, but always give each other space。无论多亲密的关系都要彼此保持独立啊！你们永远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拥有独立的人格啊，不依附，不恐惧，也不去索取。而下半段呢 ，Love never claims, it simply allows and gives。这种爱呢，它也不是说说而已啊，它是通过行动、分享和给予来表达自己的爱。所以说，你们在辨别一个人是不是足够真诚的时候呢，你们要关注啊，他会不会真正的去分享、去给予，而不是只是嘴上说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你们和一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只有一个人的人格，他才是核心的驱动力。在你们爱一个人之前，先去关注他内在的品质，去观察他是否勇敢，是否坚定，是否足够真诚。那么他所展示出来的这种人格呢，才是最重要的、最宝贵的财富。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啊，你们会看到那些足够真诚的人啊，你们会看到他们的心啊，你们的身边的人会随着你们长大越来越少，但是剩下的那些人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那首先我们来看第3组牌的第1张牌，月亮牌。你们内心当中住着一个不可能的人啊，每到深夜的时候，你们就会想起他。这个人可能现在只存在于你们的回忆当中，而且你们越是想要把这个人忘掉，这个人就变得越发清晰起来。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说你们内心当中的这个人，他已经变成了你们挥之不去的一个执念，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内心的郁结。那之所以会
让你们成为一个执念呢？就是说你们和这个人你们的这种感情呢，可能之所以成为执念，是因为求而不得。就是在爱之神看来，你们内心所想的那个人，可能会和你们有一些现实层面的阻碍或者说差距。你们要非常非常努力才能够靠近他，或者说你们要非常非常努力才能够融入到对方的生活当中啊。所以这个逆位的星币8之所以你们现在整个人的这种能量和情绪比较低落，就是因为你们会发现你们很难去走入到这个人的身边啊。可能说你们已经放弃了这种努力啊，你们不打算去追逐那个人了，因为你们很清楚，你们再去接近他的话，你们就要冒着失去他的风险，你们害怕自己受伤，害怕期望落空，害怕求而不得，所以你们索性就把这个人深埋在自己的内心当中。那么这个审判呢，其实是你们在尝试着说服自己，你们在对自己进行一个审判，你们在说服自己去放下那种执念，去直面自己啊。审判的话，它是你们内心当中的这种煎熬，你们内心非常的纠结，也有一点无助和彷徨，所以说你们才会向神明求助。审判的话，其实它是有这种因果业力的，就是你们和内心当中所想的那个人可能会反复的纠缠，在你们内心里边一直挥之不去的那个人，你们两个人的这种关系是携带着很深的业力的啊。所以说你们也清楚靠近对方会让自己受到伤害啊，可能你们的爱是没有回应的那种爱啊，所以说你们就索性在说服自己去彻底的放下啊。那审判不仅仅是命运的审判，也是你们对自己的审判，就是说你们在实际行动上已经放下了，但是内心可能还会残留一些幻想或者说执念。你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审判自己，其实是在慢慢的否定自己啊。所以说这个否定那个过去的自己，所以说这种过程非常的痛苦，但是你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快速的成长。因为只有彻底的否定才能够迎来重生，彻底的否定会带来彻底的肯定。所以说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迎来蜕变啊，你们会把这个破碎的自己重新拼接起来。所以说逆位的圣杯十呢，就是爱之神想要告诉你们，在你们的人生当中，你们可能不会太早的结婚啊。因为逆位的圣杯十就是尽管你们会很渴望一段稳定的感情，但是这个逆位的圣杯十就代表的是在人生的一个阶段当中，你们必然是会求而不得的。你们可能会质疑为什么会就是命运会给你们安排这样的剧本，但是呢，它一定有其深层次的含义。因为如果你们太早结婚的话，很有可能会因为双方的不成熟，最后渐行渐远。如果你们晚一点结婚，那么在你们足够成熟、足够独立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事业的基础之上遇到的那个人，你们两个人才能够相互陪伴，然后就是说你们两个人是足够匹配的，都足够成熟，能够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也能够为彼此的人生去为彼此的人生为这段关系而负责。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们在进入到一段关系当中，或者说进入到一段婚姻当中，这段婚姻就会非常的稳定。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抽到这张逆位的圣杯十，你们不用太悲观因为晚一点结婚它未必是坏事。如果你们太早结婚的话，你们人生可能不只有一段婚姻，但如果你们晚一点结婚，你们人生可能会有一段非常高质量的亲密关系两个人能够彼此陪伴，白头到老。所以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也不用对自己的未来或者说对自己的婚姻爱情太过焦虑因为万事万物的来和去都有自己的时间这是命运给你们安排的剧本，它一定是会符合你们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方式。那么这个月亮牌其实就是你们的心思敏感、隐蔽而又细腻我觉得这个月亮牌的话，你们可能喜欢一个人，一开始也是会不动声色的慢慢接近他。我觉得你们在感情当中的话是那种很被动的、很慢热的很低调的所以这个 Ace of Swords 宝剑一它也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张牌的话，你们也是很倔强的，就是因为爱情本身它看起来很美好，但是实际上它很锋利啊，它有一些棱角啊，很锋利的一些可能会伤害到你们的一些东西。你们很容易在感情当中受到伤害啊。那宝剑一的话，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有的时候明知道自己会伤害，还是会靠近啊。就是你们在爱情当中，就是你们自身是有着一种倔强的，每次都会义无反顾地抓住它，但是可能又总会被辜负，然后就不断的这种在某种错误当中轮回和循环。所以说这个吊人呢，它是一种就是你们和喜欢的人可能总是会有距离吧，会有阻碍，总是身不由己，但是又总是奋不顾身。所以说你们会感觉啊，你们生命当中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像是命运在给你们开的玩笑。所以吊人牌呢，就是你们就是两个人可能来自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啊，你们想要彼此靠近，就要付出代价，极大的代价。但是我觉得你们是不后悔的，因为你们是努力过的。所以说这张宝剑五呢，就是你们对于你们内心当中住着的那个不可能的人，你们最后可能会带着一些遗憾离开。这组牌其实会给我一种淡淡的忧伤啊，就是这个宝剑五啊，你们经历过一些事情啊，体验过这种一段关系带给你们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之后，然后兜转一大圈，然后你们又重新回到了一个人的状态。但是呢，我觉得这组牌绝对不仅仅会止步于此啊，就是爱之神，我觉得想要告诉你们，你们追求的可能会是一段关系的一个结果，但是命运的剧本其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你们得到一种体验和经历，你们会在这种命运的轮回当中得到成长，然后自我革新、自我审判，最后自我蜕变。所以我觉得你们就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可能会内心深处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内心深处住着一个很脆弱、敏感又无助的小孩啊，所以说这种冷漠可能只是你们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啊，你们想要保护内心当中那个敏感又脆弱的小孩，所以说你们有的时候可能会用冷漠去对抗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可能在性格上面的话会有一点点忧郁和封闭，会刻意的把自己从现实世界当中抽离出来。但是我觉得我始终相信啊，就是既然你们抽到这组牌，那么爱之神他一定会在你们的旅途终点给到你们一些礼物，就是你们在追逐爱的跋山涉水的过程当中所值得的那些美好，它不会立刻的显现，但是它会在未来显化，就是你们在经历和体验之后所得到的一种独特的感情的升华，你们会有这样的一种恍然大悟的时刻，你们会明白为什么你们的命运剧本会这样去安排。我觉得在你们这个跋山涉水的终点一定会有一些很美好的东西在等着你们，所以说我们抽到的这张牌 Trust 就是爱之神想要告诉你们的，你们依然要无条件的相信自己，相信爱，勇敢它一定是来自于对自己的一种笃定啊，而你们相信的就是你们即将要体验到的，你们选择的就是你们会成为的。我觉得爱之神想要通过这张牌给到你们的指引呢，同样也是你们要学着去相信一个人，相信一段关系。当然相信一个人，相信一段关系，它一定是基于你们相信自己的基础上啊，你们对自己无条件的相信，对自己无条件的信任，才能够无条件的去相信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说这组牌呈现的能量会就是你们现在可能有一点点不太敢相信亲密关系，但是虽然说你们依然抱有期待，但是不敢去奢望啊。所以说这张牌就是请你们相信你们依然值得所有的美好，它不仅仅是相信那么简单，我觉得它可能更像是对自己的一种信仰。那么第二张牌呢 Look inside yourself， 向内看，还是要向内看，在亲密关系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你们所看到的那个脆弱的、孤独的、敏感的、无助的自己啊，只有你们看到了那个
很敏感、很脆弱的自己，你们才能够摆脱命运对你们的桎梏和束缚啊，去跳出那个无尽的循环。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那第4组牌的话，我们先来看这张圣杯4。这个就是你们现在对待感情的状态吧，宁缺毋滥啊。因为这个圣杯4，就是你们的身边现在是有追求者的，或者说有人在向你们示好，或者说你们能感觉到你们的身边有人在默默的喜欢着你们，但是圣杯4的话，你们其实在感情当中还是有着很高的要求和标准的，就是你们的心只会对特定的人打开，而且你们的心动的这种标准呢，它是无法标签化的，你们不会因为一个人他有多优秀，或者说多有钱就会对他心动啊！你们要的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只有特定的人能够给到你们，所以说能给到你们那种很特别的感觉的人，就会是你们命中注定要遇到的那个人。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当下的状态对待感情还是挺佛系的，就如果遇不到合适的，那宁可不谈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圣杯4就是你们对待你们不喜欢的追求者，你们的态度是很冷漠的，就是你们的这个世界当中是不存在暧昧的，对你们来说只有喜欢的和不喜欢的，喜欢的你们就会去靠近，不喜欢的你们就会明确的拒绝。所以说对于不喜欢的人，你们其实是会给出一些很明确的信号去拒绝的。我觉得这个圣杯4的话，说明你们在感情当中也是一个爱憎分明，有着很清晰的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不会去浪费别人的感情，也不会吊着对方，如果你们不喜欢的话。所以这个圣杯4呢，其实是你们现在在一个感情的整理期啊。那么这个愚人牌的话，它就对应的是一种，就是我觉得你们还是想得挺开的，想得挺明白的，你们现在这种状态也挺 OK 的。就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属于那种如果能谈恋爱就会很享受一段关系，但是如果你们单身的话，你们一个人也可以丰盛而富足，就是你们一个人也可以活得很充实很开心。所以我觉得这组牌的你们，其实我没有感到太多的这种很焦虑的能量，我觉得你们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很好，你们一个人也会很自洽。所以你们可能说抽到这组牌的你们现在的重点可能不是感情啊，因为我从这个愚人牌其实看到了一种很乐观的能量，就是即使你们真的在一段感情当中为了爱辛苦的奔波长途跋涉，我觉得你们也会乐在其中的，因为你们追求的不仅仅是结果，同样你们也享受过程。所以我觉得你们在感情里边的话有着自己的这种哲学和智慧，也有着自己的思考。那么其实呢，在我们这组占卜当中爱之神他显化了2个桃花的一个是圣杯骑士，还有一个是圣杯侍卫。那这2个桃花呢，他们都是水象特质但是呢2个桃花，圣杯侍卫对应的是女性桃花，而圣杯骑士对应的是男性桃花。那么这2个桃花的话，他们也有着，虽然说都是这种水象能量但是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性格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那么这个圣杯侍卫的话，他可能会更安静一下，他会默默的在一段关系当中付出。那么这个圣杯侍卫的话，他可能在性格上面更像是一个怎么说呢，生活上的管家，就是不仅能够照顾你们，还能够监督你们，他是很体贴的，很善解人意的。那么这个圣杯侍卫的话，他会默默的在一段关系当中付出很低调，很内敛，很隐忍，不张扬，就是即使他是喜欢的，可能说他也不太会用语言表达出来因为他们的这种
能量是很低调的啊，就是说会默默的靠近。那么这个圣杯骑士的话，它明显就是要更活泼一些，因为它对应的是这种男性特质的桃花啊。所以说这个圣杯骑士的话，它可能就是会带你们去很多地方玩啊，它会给你们的生活注入一些新的能量，它会带你们去很多地方玩，会带你们吃很多好吃的，会带你们玩很多好玩的。而且呢，这个圣杯骑士它明显是很浪漫的，就是说它会在一些特殊的节日会给你们一些有仪式感的礼物啊，或者说会有一些很有仪式感的表达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桃花可能是针对于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啊，你们的性格对应的是哪种类型？或者说你们的性格更偏爱哪种类型的桃花，那么爱之神它就会显化哪种类型的桃花。包括我们抽到的这张力量牌啊，这张力量牌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性格的互补，也就是说你们遇到哪个桃花取决于你们是一个怎样性格的人，而另外一个桃花呢，它的在性格或者说生活上面是能够和你们互相照应的。而我们在这组牌面上呢，就是还抽到了2张，就是来自于不同塔罗牌当中的宝剑七。其实宝剑七它是你们自身所携带的关于过去一些稍显沉重的回忆啊。我觉得你们可能是在这个性格上面啊，就像这个愚人一样啊，有一点大大咧咧的，很坦荡。但是呢，你们可能也背负了一些比较沉重的东西，但是你们不喜欢抱怨啊，我觉得可能你们会把好的一面留给别人，但是比较沉重的一面留给自己啊。包括这张星币五也是，你们在过去可能说经历了一段比较难熬的时光和岁月，但是在那段时光当中，你们也成长了很多啊。所以说，它和你们现在的性格也有很大的关系，并且呢，我从这张宝剑王牌看到了一种很强势的能量啊，就是你们的性格还是很要强的，有着很强的胜负欲。而且呢，你们的成长啊，你们的自信是非常需要外部的一些人或者说环境啊，一些结果对你们的这种认同啊。而且宝剑王牌它其实是有一种很自我的能量在里边的，也就是说你们在一段关系里边，你们是要主导一段关系的。所以说你们遇到的这个人呢，你们未来遇到的人，他的这种能量是不能太强势的。如果太强势的话，你们2个人可能就会有很大的矛盾。所以你们未来一定要找一个能迁就你们的啊，因为只有真爱才能够自愿在爱中迁就和妥协啊。我觉得这组牌的话，可能爱之神给到你们的一个指引啊，我觉得你们可能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你们要找一个你们爱的人，还是爱你们的人？那么这组牌呢，其实爱之神给到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你们一定要找一个非常爱你们的人，去愿意为了你们做出一些妥协啊，去迁就，去为你们而做出一些改变。我觉得这张吊人牌呢，可能就是你们之前曾经被困在一段关系当中啊，因为过去你们为了找到那个答案，你们可能选择的那个答案是你们要找一个你们爱的人，你们就义无反顾的去追逐、去付出、去改变，但是这反而会让你们深陷在一段关系里，变得越来越被动。所以说我觉得这组牌的话，爱之神给到你们的一个建议就是你们要在感情当中去看到那个能够坚定选择你们的人，能够义无反顾的奔向你们的那个人啊。如果反过来，如果你们是你们坚定的去选择一个人啊，然后义无反顾的奔向他，那么可能你们就会像这个吊人一样被困在一段关系里。我们抽到的这2张占星神谕卡呢，其实是宇宙给到你们的一个指引啊。第一张牌是 Moon Soul 啊，这种灵魂啊，就是说你们在选择伴侣的时候，不要被他的外在所迷惑，你们要看到他的本质是什么，他的灵魂是什么底色，看到一个人的本质，而不要被他的表象迷惑。第2张牌呢是 Aries I Am 啊，白羊座的这种火象能量，就是抽到这组牌的你们有着很强的白羊的能量。我觉得白羊的这种能量的话，它应该是12星座里边最真诚的，但是也最执着的。白羊是完全跟着自己的心走的，白羊是不可能违背自己的内心的。
而且呢，白羊怎么说呢？白羊它有着很强的自尊啊，也有着很温暖的内核。所以说，白羊的这种热情一定是要基于对方有同等的热情的回应才能够维系下去的。如果说白羊的热情得不到反馈的话，那么白羊可能会迅速收回自己的热情。我觉得拥有这种白羊能量的你们啊，其实无论是在感情和生活当中，应该都是很勇敢的，也是很笃定的。我觉得你们只需要勇敢的去追逐自己内心当中的指引，那爱情自然而然就会找到你们，因为爱情它是勇敢者的游戏，它会找到那些真正勇敢的人，而你们就做自己就好，爱你们的人自然会爱你们。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